只要你的家中有一个垃圾桶的位置，你就可以在家自己堆肥，只需一个夏天就可以堆出优质的有机农家肥。你无需购买昂贵的堆肥桶，10几块钱的80升的塑胶垃圾桶就可以轻松地搞定。选择直径1/4到1/2英寸的钻头，周身均匀打上小孔，然后开始准备氮物质，也就是湿物质，它非常容易获得。我选择的主要是蔬菜水果以及其他的厨余废料。所需的材料尽量切碎一点，这样有助于快速的分解。最好不要选择动物的粪便、肉类以及油脂类的物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干物质，也就是碳物质。干物质收集起来要比厨余困难一些，它们包括干树叶、碎纸等，还包括报纸、锯末、稻草、可循环利用的纸盒、木屑等。顺便说明一下，新鲜绿色的树叶、杂草以及残花应该属于氮物质。还有就是咖啡渣，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把它说成是绿色物质，也就是氮物质，而我却认为咖啡渣还是应该属于碳物质。我会在专门的一期节目里详解一下堆肥。在具体的操作中，我们采用三明治的方法，采用分批多次、多种材料混合的方法堆放材料。在堆肥中，碳物质和氮物质的最佳比例应该在4:1上下。这个标准不是按照重量来计算的，而是按照我们目测的体积。其实家庭堆肥也无需那么的精确，因为后期我们还可以通过嗅觉和触觉来调整它们之间的干湿比例。如果你发现堆肥粘稠而异味很大，那么就要多加一些碳物质。如果堆肥中的碳物质形态久久没有变化，就要提高氮物质的含量。垃圾桶堆肥无需添加任何的发酵菌，只要每次施撒一些普通的花园土，或者是已有的堆肥土就可以了。细菌繁衍同样需要食物、空气和水，所以每次添料之后要淋入一些水，量不能太多，以刚刚湿润堆肥为好。如果水从底部渗出，那就是多了。而淘米水又是最佳的选择。垃圾桶堆肥属于有氧堆肥，在实际操作中，我们无需纠结温度的高低，也无需天天测量温度。夏天堆肥属于热堆肥，时间会短一些。
而冬天制作就属于冷堆肥，它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一些。我们也无需用温度计天天来测量，堆肥是否完成，我们看一看就知道了。为了保证桶里的温度，以及防止野生动物的翻动，垃圾盖一定要封严，然后悬空放置，以便让桶里的空气上下流通。在实际的堆肥过程中，厨余垃圾等氮物质其实非常容易获得，反而是碳物质比较难获取，所以我在这里强烈推荐2种材料。一个就是可以循环利用的环保鸡蛋盒，或者是快餐盒，还有一个就是稻草。稻草非常便宜，一大包可以利用很长的时间，而且稻草堆肥会掩盖很多的异味。垃圾桶堆肥也有一个体力活，就是每周需要我们翻动搅拌一次，目的是让所有的材料能够充分混合，让碳氮比分布均匀，同时也可以查看需要补充何种材料。在堆肥的初期会自然产生一些飞虫，但它们一般会集中在桶里，只要不打开盖子，对环境没有什么影响。厨余要积攒到一定量以后再一次性添加，而且不要铺露在最上面，每次最后都要铺上稻草或者是泥土，这样异味和飞虫就会大大的减少。这是大约50天以后的堆肥，只要碳氮比的比率均衡，就不会有太多的异味，飞虫也会越来越少，原材料的形状也在逐渐的消散。一个夏天过去了，除了少量的碎蛋壳，堆肥已经变成了黑黑的肥土，看不到任何材料的原型，也没有任何虫子。成功的堆肥不仅不臭，你还会闻到自然芬芳的泥土气息。入夏开始，在秋冬种植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利用到自己亲手制作的绿色堆肥了。几乎零成本的垃圾桶堆肥非常的实用，如果有地方，你还可以2个垃圾桶轮流堆肥。只要了解了原理，堆肥其实很简单，而且永远不会失败。我还会抽时间在专门的一期视频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基础堆肥的原理。有人说种植的尽头是堆肥，我可丝毫不敢苟同。大多数的家庭种植无需把堆肥搞成像一个科学实验，也完全没有那个必要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呢。